大家好，我是大熊。2018年6月1日，美国加利福尼亞州约书亞树国家公園，一位徒步者正孤身沿着偏僻的土路前行。忽然，幾隻禿鷲從他的頭頂掠過，黑影緊貼地面，迅速降落在前方不遠處的土堆旁。在這片廣袤的沙漠中，禿鷲本身並不稀奇，它們以腐肉為食，經常成群結隊出現。但奇怪的是，這幾隻禿鷲落地後，不斷用喙和利爪撥弄土堆，仿佛土堆下埋藏着它們渴望的食物。出於好奇，徒步者隨手拍下了幾張照片，隨後便繼續自己的行程。當時他完全不知道照片中到底拍到了什麼，更不會想到自己的無心之舉將會揭開一起殘忍謀殺案的序幕。第二天早上，徒步者回到家中，向妻子講述了這段經歷。妻子一聽，臉色瞬間變得慘白。她告訴丈夫，死去的野生動物不會被埋進土裡，唯一合理的解釋是土堆下可能埋藏着一具人類遺體。夫妻倆趕忙打開相機，反覆放大照片，最終他們確認土堆中裸露出來的部分不屬於任何野生動物，而是人類的大腿。驚恐之餘，他們立即撥打了報警電話。接到報案後，警方迅速趕到現場。此時禿鷲已經將土堆刨開大半，裸露在外的肢體幾乎被啄食殆盡，只剩下部分上身軀幹相對完整的保留下來。經過初步檢查，警方很快確認死者是一名中年白人男性，死亡時間推測在1周之前。他的屍體被草草埋在一個不大的淺坑裡，上身側臥扭曲地擠在坑底，下身則探出地面，毫無遮掩地暴露在外。顯然，處理屍體的人並不專業，似乎沒有預先計劃，透露出一種急於擺脫罪證的慌亂。屍檢結果顯示，死者頭部遭到了毀滅性重創，前額幾乎完全塌陷，顱骨多處粉碎性骨折。用辦案警探的話來形容，這種程度的創傷就像把一顆煮熟的雞蛋狠狠摔在地上，是一種典型的泄憤式作案方式。除了頭部的致命創傷，死者身上還有多處拖拽造成的擦傷，以及掩埋時鐵鍬留下的划傷。雖然屍體已經嚴重殘缺，面部也因為風化難以直接辨認，但好在最關鍵的手指還在。經過指紋比對，死者被確認為54歲的亨利，他來自加州莫列塔地區，离異，有2個孩子，而且是一位行動不便的殘障人士。考慮到亨利的身體狀況，警方認為他根本沒有能力獨自離開住所，更可能是在家遭到謀殺後被人轉移到了沙漠。於是6月3號上午，警方前往了亨利家展開調查。這棟房屋位於莫列塔市的郊區，門前整潔有序，客廳乾淨整齊，乍一看似乎並未發生過暴力事件。然而，當警方走進車庫後，整潔和秩序瞬間不復存在。一股摻雜着血腥味和漂白劑的刺鼻氣味撲面而來，地上到處可見匆忙擦拭的血跡，旁邊還有幾條隨意丟棄的毛巾。更關鍵的是，天花板上原本連接監控的線纜被剪斷了，記錄監控錄像的硬盤也不翼而飛。顯然，亨利正是在車庫中遇害，而兇手明顯對這裡的布局非常熟悉。他在作案後擦掉了所有指紋和腳印，最後拿走監控硬盤，主要是為了避免留下影像證據。那麼誰有可能會對行動不便的亨利下此毒手？誰又對他的生活習慣如此熟悉，以至於能夠精準地實施謀殺，並悄無聲息地轉移屍體？要想解開這些謎團，警方必須要先弄清亨利的個人背景。亨利出生於1963年，早年曾是一名電气工程師，有一份不錯的工作和幸福美滿的家庭。然而2011年，一場嚴重的摩托車車禍讓他落下終身殘疾，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車禍發生後，亨利不僅失去了行動能力，還因為長期服用止痛藥，產生了強烈的藥物依賴。身體殘疾讓他的脾氣逐漸變差，無法工作則導致了家庭收入下滑。這一系列打擊最終摧毀了他與妻子莎朗的婚姻，曾經恩愛的2人如今已經成為死對頭。在離婚期間，他們曾多次因孩子撫養權問題大打出手，甚至莎朗還曾有過被警方短暫帶走的記錄。It wasn't good. There was a dispute over the house, and they were divorcing. Henry and his ex-wife, they fought a lot. They had 2 young kids, and they just didn't get along.
很明显，沙朗具有很大的作案嫌疑，但是他并非唯一一个对亨利心怀怨恨的人。更令警方關注的是，亨利是一位業餘無線電愛好者，他在圈子裡的口碑很差，經常發表一些挑釁性言論。這種網絡鍵盤俠的行為引起了許多無線電愛好者的不滿，也讓他招惹了不少麻煩。實際上，早在案發前幾個月，亨利就曾在家遭到過暴力襲擊。當時他正坐在車庫的工作台上操作無線電設備，突然一名男子闖了進來，二話不說掄起錘子狠狠砸向了他的後腦。事後亨利曾一度懷疑那名襲擊者很可能來自無線電圈子，但由於擔心報警可能會影響他與前妻的撫養權官司，亨利最終放棄了追究責任，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He told me that he had been attacked. Put up cameras all over his garage. He was seriously concerned about somebody attacking him. 鑑於亨利經常在無線電圈口無遮攔，警方的調查重點立刻轉向了這個小眾的圈子。很快，一對名叫比爾和吉雷的親兄弟成為了關注重點。據調查，這對兄弟經常在無線電論壇與亨利互相辱罵，而且他們還曾多次發表過威脅亨利的言論，甚至附帶了暗示死亡的圖片。更關鍵的是，比爾和雷吉常年以房車為家，過去一直住在約書亞樹國家公園附近的某個房車公園，這在某種程度上大大增加了他們的作案嫌疑。然而，警方面臨的問題是，這對兄弟目前已經不在原來的房車公園，要想直接找到他們並不容易，只能先從兩人經常登錄的論壇尋找蛛絲馬跡。通過分析賬號數據，警方很快有了一個重要發現。原來比爾和雷吉本身與亨利並無深仇大恨，他們之所以發表辱罵亨利的言論，其實是受到了亨利前岳母海倫的挑撥。事情的起因是，亨利經常在無線電論壇發表貶低前妻沙朗的言論，久而久之，這些信息傳到了沙朗母親海倫那裡。為了維護女兒，海倫也開始在論壇上公開指責亨利，甚至還註冊了許多小號，四處煽風點火，製造對立。在海倫的推動下，亨利很快成為論壇上人人唾罵的對象，其中表現最為激進的正是比爾和雷吉兩兄弟。他們不僅經常發帖辱罵亨利，還發表了之前提到的死亡威脅，而海倫則在這些跟帖中表現出了慫恿的態度。這種行為讓警方開始懷疑，海倫很可能在幕後操縱了這對兄弟，又或者收買了他們殺害亨利。鑑於上述發現，警方立即對海倫展開了審問。When I talk to Helen, you got to understand that she's hurting, her daughter's hurting, her grandkids are hurting, all because of Henry. Helen was obviously furious. I had to ask her, did you have any ill will toward Henry because he's talking disparagingly about your daughter? Did you hire anybody? Did you talk to anybody to come harm Henry? And I had to get that answer from her, and she said no, she wouldn't harm anybody. 海倫完全否認了警方的懷疑，表示自己在論壇上的煽動行為只是為了盡可能的反擊亨利，而且他與比爾和雷吉兩兄弟只在網絡中有過交流，私底下從未見面，更沒有任何利益來往。與此同時，沙朗也為母親海倫進行了辯解，他表示自己與亨利離婚後一直承擔着亨利的房屋貸款和燃氣水電費用，其中有一部分錢就是海倫幫忙提供的。雖然母女倆對亨利的種種做法頗為不滿，但念及孩子，他們仍然維持着最後的體面，從未讓關係惡化到水火不容的地步。更重要的是，能源繳費記錄顯示，亨利家的燃氣和水電在5月24號中午左右突然中斷，這表明亨利的死亡時間應該就在5月24號中午。而那天，海倫和女兒莎朗正身處外地參加親友的婚禮，手機定位證實他們並不在當地。所以綜上所述，警方最終排除了海倫和沙朗的作案嫌疑。接下來，警方的目光再次轉向了亨利的無線電圈子，但調查重點已經不再是比爾和雷吉兩兄弟，因為之前懷疑這對兄弟主要源於海倫，而海倫如今已經被排除在外，繼續調查他們似乎已經沒有太大意義。當然，最主要的原因是警方發現了更可疑的人員，那就是亨利的新女友阿什利。根據亨利的一位無線電好友所說，亨利與阿什利是一對相當奇怪的情侶，他們不僅年齡相差27歲，
而且亨利還在戀愛中占據絕對的主導地位，甚至可以說服阿什利通過無線電直播他們的親密約會。When Henry would operate the ham radio, he would talk about his girlfriend, Ashley Stapp. Ashley was from Canyon Lake, which is another community about 15-20 minutes north of Murrieta. Ashley was a 27-year-old girl, and Henry was in his early 50s, so there was a big difference in age. And we also learned that Henry alleged that he was having sex with Ashley live on the airways, and everybody could tune in and listen to it. 显然，亨利与阿什利并不是正常的情侣，更像是各取所需的伴侣。那麼，年仅27歲的阿什利為何要與年過50的亨利交往呢？答案指向了處方藥。警方通過調查發現，阿什利有長期濫用處方藥的歷史，經常與黑市的藥販子接觸，而亨利正是其中之一。實際上，過去的幾年裡，亨利一直在從事販賣處方藥的不法勾當。這些藥都是他利用自己的殘障身份，通過醫保低價購買而來。一旦流入黑市，倒手就能獲得10幾倍的利潤。正是因為藥品在黑市價格過高，阿什利很難長期負擔這筆費用。於是他與離婚許久的亨利一拍即合，很快發展成了伴侶。本質上，兩人屬於互相利用的關係。接下來的1年裡，亨利與阿什利相處得非常融洽。他們各取所需，都以為在各自身上占到了便宜，但是這種脆弱的平衡在案發前幾個月被打破了。事情的起因是阿什利結交了一位新男友，並且這位新男友發現了亨利的存在。然而亨利對此毫不在意，因為他掌握着阿什利所需的處方藥，而且兩人已經交往1年。亨利自認為自己才是阿什利的正牌男友，根本沒把對方放在眼裡。這種對抗的心態導致亨利與阿什利的新男友產生了嚴重矛盾，甚至招來了對方的死亡威脅。Henry started getting some phone calls from someone saying, you better stay away from Ashley or there's going to be some real problems with you. I'm dating Ashley. 顯然，亨利並未擺正自己的位置，也錯誤低估了威脅的可怕程度。警方通過調查發現，阿什利的新男友名叫柯蒂斯，他身高1.88米，體格健碩，擅長近距離格鬥，是一名訓練有素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員。通過調取手機位置記錄，警方最終確認柯蒂斯就是殺害亨利的兇手。他在案發那天從軍營出發，先後前往了亨利家和發現屍體的約書亞樹國家公園。更關鍵的是，他還去過阿什利母親的住所，這表明阿什利很可能也參與了犯罪，或者他至少知道柯蒂斯殺害了亨利。經過進一步調查，警方很快發現了相關證據。首先，亨利的鄰居曾看到5月24號，阿什利駕駛一輛藍色轎車出現在亨利的家門口，而在警方介入調查的那天，他又一次被鄰居看到出現在附近，並且還在車裡待了很長時間，明顯是在觀察警方的調查進展。其次，阿什利在意識到自己已經引起警方注意後，立刻給柯蒂斯打了一通電話。兩人在通話中詳細復盤了處理屍體的經過，試圖找出究竟哪裡出現了問題。然而，他們並不知道，警方早已對柯蒂斯的手機實施了秘密監聽。這通電話被完整的記錄下來，成為了關鍵性的證據。We pulled in close enough, I guarantee you, by the lip of the roof, that they wouldn't have showed he was loaded into the back of my truck. But, it just makes me wonder if a neighbor or something, said, yeah, I saw a black truck leaving. It was that dumb girl that waved hi to us when we were leaving. I'm sure. Somebody waved by? Yeah. 現在案件真相已經清晰明了，警方立即以謀殺罪逮捕了柯蒂斯和阿什利。在接下來的審問中，柯蒂斯始終保持沉默，而阿什利最初也極力否認。但當警方拿出錄音證據後，阿什利的心理防線瞬間崩潰，開始斷斷續續地交代案發經過。阿什利坦言，柯蒂斯之所以如此痛恨亨利，其實是受到了他的欺騙和誤導。因為在阿什利看來，他與亨利的關係根本擺不上台面，本質上是一種用身體換取處方藥的交易。
所以當柯蒂斯發現亨利的存在後，阿什利為了保住面子，故意編造了亨利用藥物控制他的謊話，這導致柯蒂斯對亨利產生了極大的敵意。實際上，亨利第一次遭到襲擊也是柯蒂斯幹的，因為阿什利從未與亨利斷絕關係，仍在利用自己的身體換取處方藥。但這件事情不小心被柯蒂斯發現了，於是阿什利為了解釋為何與亨利發生關係，謊稱自己遭到了亨利的強迫，這導致柯蒂斯勃然大怒，也引發了他的第一次報復。According to Ashley, Kruger took a hammer from his truck, went into the residence where Henry was, and struck him repeatedly in the head. 報復事件發生後，阿什利明顯收斂了許多，但他仍然沒有與亨利斷絕關係，只是不再像以前那樣明目張膽。比如，他會提前找好外出的借口，趁機與亨利見面，還會故意把手機放在家裡，避免柯蒂斯通過軟件定位位置。然而，百密總有一疏，5月24號，也就是案發那天，柯蒂斯發現了破綻。他因為無法聯繫上阿什利，便憑直覺前往了亨利的住處，結果發現阿什利的汽車果然就在那裡，於是怒不可遏的柯蒂斯衝進車庫，殘忍地殺害了亨利。雖然阿什利自稱自己在事發時服用了處方藥，情緒極度亢奮，已經記不清柯蒂斯的行兇細節，但他提到兩人事後共同處理了亨利的屍體。基於這段供述，警方在阿什利當天穿着的衣服和柯蒂斯的皮卡車上分別檢測出了亨利的血跡，進一步鞏固了定罪證據。然而，警方原以為證據已經充分，案件將會順利進入審判程序，但沒想到檢察官卻駁回了他們的起訴，並要求立即釋放柯蒂斯和阿什利。檢察官的理由是，警方並未找到作案兇器，無法從證據層面直接證明柯蒂斯殺害了亨利。而阿什利的證詞則因為他在案發時服用了大量處方藥，被認定為無效證據。They felt they needed more evidence, which we were all like, "You're kidding me." We were pretty dumbfounded about that. 儘管警方只能釋放柯蒂斯和阿什利，但調查並未就此停止。鑑於柯蒂斯是一名海軍陸戰隊員，海軍罪案調查局對其擁有管轄權，於是警方將本案移交給了他們。海軍罪案調查局的介入帶來了更專業的調查手段，他們通過分析現有證據，很快發現了破局的關鍵，那就是阿什利曾提到過柯蒂斯第一次襲擊亨利的事情。因為這次襲擊事件與本案存在直接聯繫，而且關於襲擊事件的證詞並不受處方藥的影響，具有完整的法律效力。更關鍵的是，調查人員注意到阿什利在講述那次襲擊時只是簡單提了一下，並未透露太多細節，這讓他們懷疑阿什利很可能隱瞞了一些關鍵信息。事實證明，調查人員的判斷非常準確。當他們向阿什利開出免責協議後，阿什利很快透露，那次襲擊事件柯蒂斯原本就是衝着殺人去的，只不過亨利僥倖活了下來，導致了謀殺失敗。此外，阿什利還提到，柯蒂斯在襲擊亨利後，將一把沾滿血跡的錘子丟在了軍營附近。事後，調查人員順利找到了那把涉案錘子，雖然它並不是殺害亨利的兇器，但卻補充了起訴所需的證據。有了錘子這個關鍵物證，加上之前的監聽錄音、皮卡車上的血跡以及阿什利的最新證詞，案件最終順利進入了起訴程序。2019年8月，軍事法庭裁定柯蒂斯2級謀殺罪和使用致命武器襲擊罪成立，被判處18年至終身監禁。而阿什利因達成污點證人協議，最終被指控為事後從犯，判處10個月監禁、3年緩刑，並強制參加戒毒康復計劃。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這裡也就結束了，感謝大家的收聽和收看，我是大熊，下期見。